现在要来对这颗分油盘啊，香港来的 W460的280G1的这个分油盘测试下来啊，这几天测试下来的心得啊，张大哥的心得啊，做个总结。首先，我们看到这颗加热阀啊，虽然经过张大哥整修校正之后啊，它现在已经完全恢复正常。给大哥的感觉是这个加热阀，我不知道是不是这部车子已经曾经更换过。如果没有更换过的话，那给我的直觉就是说，因为这颗分油盘，这个加热阀状况非常好，整个数据也很容易调整的出来，外观跟它整个的测试结果都非常棒。感觉上如果没有更换过的话，那这部车子的状况应该就里程数比较少哦，状况是非常棒的。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这个分油盘，因为大哥现在还没有做外表的整修，外表的清理，所以看起来外表还看起来很脏等一下张大哥要交货出去的时候，一定会再做喷砂清洗，让它外观整个看起来状况能够达到跟它内部的效果是一样的那再来呢，我必须要提醒我们这颗分油盘等回装到车上去之后呢，第一个这个加热阀的位置是在第6缸的下面的侧边的底下，很难安装。那首先呢，第一个先把它这个加热阀先把它安装定位以后这2颗螺丝安装定位以后呢，然后再把这2个入口跟出口再把它接上去。拆就已经很难拆了装当然更难装，可能要花一点心思再来，这个分油盘安装好以后那第一个要做的工作，把车子发动起来以后我们要做的只有这个工作。什么工作呢？就调整它怠速混合比。那怠速混合比的话，它当然是3mm的内六角然后这调整方就往下压如果说逆时钟转逆时钟转的话是减少油，顺时钟转是增加油调整的最佳方式就是加油或减油，调整到它的怠速是最稳定的状态最稳定的状态呢，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车子在怠速感觉上是最高点了怠速已经达到最高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认为是最高点之后，我们就稍微退个30度减油。如果它转速马上降下来，那刚刚那一点就是真正的最佳点。是以这样来判断不是以加油来判断。当最高点的时候，如果你再加油的话，可能瞬间不会改变它的转速，再加一点可能才会降下来。那当然，刚刚那一点也是最正确的。大哥的调整方式就是说，在比如说认为是最佳点之后在怠速状态，那我就稍微退个30度的油门，它马上我的转速马上降下来，那刚刚那一点才是真正的最佳点。OK， 那再来呢，有一点可能大家都疏忽了，就是说汽油帮浦汽油帮浦的话是从这边进油从这边出油。那这个出油量这个出油量就是因为这条管子是回到油箱的。那这个出油量的话，如果与汽油帮浦状况好的时候，它应该1分钟流回油箱的油量应该是在2公升左右。如果低于2公升的话，那这个汽油帮浦的压力就是状况不好了这个我希望说有机会我们就顺便利用这个测试它的那个所有的回油量，汽油的回油量那
如果说要测试的话，其实有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管子卸掉啊，卸掉之后，那么接一条油管啊，接个油管啊，接到筒子，啊，引擎发动之后呢，我们就马上开始测量它1分钟到底流出来的量有没有达到2公升以上。如果没有达到2公升以上，那汽油泵浦就应该更换了，就表示说它的那个汽油泵浦的状况不好了。那再来，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这个就是它的蓄压器啊，这个蓄压器，这个是280的蓄压器，这个蓄压器是在汽油泵浦旁边。那这个蓄压器它主要就是作为稳定汽油泵浦的打出来的高压的这个脉冲啊，油事实上是个脉冲，是高压的脉冲。那这个接口是跟汽油泵浦跟汽油滤芯是接在一起的。那所以说，汽油泵浦的它的打出来的压力大概会在8到9公斤，也就4个轮胎压力那么大。那它是一个高压的水的涡流的脉冲，对分油盘来讲，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油源，所以它经过接着这个蓄压器，然后作为里面有个弹簧啊，顶着一个活塞，然后做这样的运动，作为缓冲油压的这个效果，就所谓像避震效果，让油源更稳定。那这个地方是有个尾管，这尾管呢，假如说它漏油的时候，它活塞漏油的时候呢，那这个尾管是回流到我们的油箱啊，避免发生漏油的现象。那这个一般来讲老车都该更换了。那坏掉的状况就是说这里会有油渗出来。那检查的怎么样检查呢？这个就是说，引擎在发动当中，你把这个油管把它拔掉，那回油到油箱这类油管，当然要用夹钳把它夹住，让它不要油箱里油不要回流。啊，这个时候如果它的油没有出现漏油的现象，表示说这个是健康的。如果它有在漏油的状况，在引擎发动当中，如果它有漏油的状况，这个就该更换了，因为它一漏油的话，就会使得我们打到汽油泵浦打到分油盘的汽油量是不足的，因为它会从这个尾管流回油箱，那就是等于说没有办法把100%的汽油泵浦打出来的油提供到这个我们的分油盘。那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这边在测试它回油量的时候的大小。这点大哥觉得很重要，因为在热车的时候呢，就会发生问题了，堵车了，水温达到80到100的时候，就会发生的问题了。那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喷油盘呢，一般来喷油盘，除了接收到大个回寄的喷油盘，第一个动作，我再重复一次，第一个动作就是先把这个怠速先调出来，把这个那个混合比先调出来，调出来之后呢，因为280的这个系列的M110这系列的，它没有电脑，那它的冷车提速的功能这到底是怎么提速呢？其实它在位置大概在分电盘下方，那边有一个调整怠速的这个的转速的这个一字形的调整螺丝，那这个是可以调整怠速，可以调整怠速，因为它不像85年的以后的2代机喷，它会自动透过 ECU 来稳定调整怠速，透过怠速马达来提速调整它的怠速。这个呢，怠速它的怠速，第一个是用手动的，在分电盘下方一个一字形的螺丝，把怠速调出来，热车状态怠速调出来，然后
我们的怠速混合比螺丝调整好了以后 ，OK， 那如果我发现说，热车调整出来的怠速是稳定的大概在800转，但是冷车刚发动，隔夜冷车刚发动的时候怠速比较低，那这个就是它的提速冷车提速的功能有状况了。那它的位置在哪里呢？也大概是在那个怠速转速调整螺丝的末端跟它也大概是在那个位置所以说我希望说透过我的介绍，那让今天这个老车老兵能够回村能够达到老当益壮这个状况。好大哥大概的介绍就到此结束预祝这部460-280的 W460的280G 能够身体健康的快乐的重新上路。好，大哥的介绍到此结束了。好，拜拜。